好，我们继续往下讲知识点。这个知识点呢是 P 是双曲线右分支上的一个点 ，F1、F2 是左右交点。快速的勾勒草图，建立直角坐标系。既然它说到右分支了，左右两个交点，显然它是以交点在 x 轴为例的双曲线啊，左右两个交点。点 P 在右分支上 ，PF1 的最小值，这是 PF1。由于双曲线是无限延伸的，那么它没有最大值啊，只有更大，没有最大，只有更大，因为它无限的延伸，点 P 取得越远，它就越大。但是呢，它有最小值，随着点 P 沿着双曲线向这个顶点滑落，你看点 P 在这儿 ，PF1 就变小了，在这儿又变小了。当点 P 恰好处在右顶点的位置的时候 ，PF1 它是最小的。最小是多少呢？这是西个单位半焦距，因为它是焦点嘛，这是西个单位，这是顶点，所以这是实半轴 A 个单位，所以它最小的值 PF1 就是 A 加西啊，这是点 P 在右分支上，没有更大，最大只有更大，但是它有最小值。那么对于 PF2 来说呢，也一样啊。由于双曲线是无限延伸的，越远处的和它连越大，所以沿着双曲线向顶点处滑动，这儿，那么依然是点 P 在右顶点的时候，它到 F2 的距离也是最小的。这个最小值是多少呢？这是半焦距西个单位。这是顶点，这是实半轴的长 A 个单位，西减 A 就是 PF2 的最小值，所以 PF2 是西减 A。我们还可以表达成啥呢？既然 PF1 这是它的最小值，说明它一定是大于等于 A 加西的。PF2 呢？当你点 P 落在这儿的时候，它恰好是等于西减 A， 只要不落在这儿，落在双曲线上其他的位置，它就一定是大于等于西减 A 的。这是这个知识点，很简单。接下来呢，我再继续给大家讲另一个知识点啊。好，我们继续看。下一个知识点是双曲线的渐近线方程式 mx 加减 ny 等于0，这是两条直线 ，mx 加 ny 一条 ，mx 减 ny 一条，跟它所对应的双曲线的方程，我们就可以用 mx 方没有加了啊，就是减去 n 方 y 方等于栏目的来表示。好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点，我们要把它背下来。那么这个双曲线的方程是 m 方 x 方减去 n 方 y 方等于栏目的，它只告诉了我栏目的不等于0，那就言外之意栏目的可能是大于0的。栏目的要是大于0的时候呢，我把它变成标准方程，我的双曲线方程就变成了 m 方分之栏目的减去 y 方比上 n 方分之栏目的等于1。x 除以它乘以它的倒数 ，m 方就乘到分子上，分母就是栏目的，这是 m 大于0。变成标准方程以后，那么 a 方它就是 m 方分之栏目的 ，b 方它就是 n 方分之栏目的。由于它 x 方在前 ，x 的系数是正的，它是焦点在 x 轴的双曲线，
焦点在 x 轴的双曲线，那它的近邻线是不是 y 等于正负 a 分之 b x？ 这一条呢就是 y 等于 a 分之 b x。a 是啥呢？ a 就是 m 分之根号栏目的 ，b 是什么呀？ b 就是 n 分之根号栏目的。所以 a 分之 b 呢 ？a 分之 b 它就等于 n 分之根号栏目的除以 m 分之根号栏目的。它除以它乘以它的倒数，乘以根号下栏目的分之 m， 所以呢，它是 m 比 b，m 比 n。那么渐近线的方程就是啥呢 ？y 等于正负 n 分之 m 贝塔 x， 区分母 ny 等于正负 mx， 把它移过去 ，mx 加减 ny 等于0。你看，这是栏目的大于0的时候，它变成标准方程，找到 a， 找到 b， 由于呢焦点在 x 轴，它的渐近线方程是 y 等于正负 a 分之 bx， 所以我就找到 b 比 a 恰好等于 m 比 n， 你的渐近线方程就是这个样子的。所以给了我渐近线，我就可以求双曲线。那么有的同学说，老师，焦点如果栏目的小于0呢？可以呀。若栏目的小于0，那你的方程就变成啥了？你呢把栏目的除过来，依然是 x 方除以 m 方分之栏目的减去 y 方除以 n 方分之栏目的，右边等于1。但是你要知道，现在栏目的小于0，所以要把它变成什么样子呢？变成分母必须得是正的，因为它是 a 方，它不是 a 方就是 b 方，它也一样。所以我就要前边添个负号 ，m 方不动，栏目的这儿也添个负号，这儿呢前边添个负号 ，n 方不动，栏目的这儿也添个负号。你看原来是负的吧，现在变成加，这就是负栏目的，它就等于1。这是 x 方 y 方，然后我要把它变成 y 方除以 n 方分之负栏目的减去 x 方除以 m 方分之负栏目的，然后等于1。负栏目的栏目的小于0，负栏目的反而是大于0的。y 方开头 ，y 方的系数是正的。所以此时此刻，这个双曲线呢，它是焦点在 y 轴的。a 方永远在前 ，a 方它是 n 方分之负栏目的 ，b 方它是 m 方分之负栏目的，所以 a 就等于 n 分之根号下负栏目的 ，b 就等于 m 分之根号下负栏目的。那焦点在 y 轴的双曲线，你的渐近线方程是啥呀？是 y 等于正负 b 分之 a x， 我就写出其中的一条就可以了。原本它应该是这样的。那么在这道题当中呢 ，b 分之 a 它就是 m 分之根号下负栏目的除以 n 分之根号下负栏目的，分子除以分母乘以分母的倒数乘以根号下负栏目的分之 n， 所以我就得到 m 分之 n。于是呢b 分之 a 就换成 m 分之 n， 再加上另一条，它就是正负 m 分之 n x。像刚才一样，把它乘过来my， 然后呢，它就等于正负 nx， 然后 nx 加减 my 等于0。有的同学说，老师，这个是 ny 呀，
没有关系啊 ，m 和 n 它就是一个实数嘛，所以它就表示焦点在 y 轴的时候，它的渐近线方程，或者说呢，我刚才你不是焦点在 x 轴的渐近线吗？焦点在 x 轴的双曲线对应的渐近线吗？我就以这两条直线为渐近线，我还可以得到焦点在 y 轴的双曲线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无论焦点在哪个轴，只要你给了我两条直线，以这样的两条直线为渐近线，那么双曲线既有焦点在 x 轴的，也有焦点在 y 轴的。所以以后我们就记住这个结论，只要你给我渐近线了，马上跟它所对应的，跟这两条直线，以这两条直线为渐近线的双曲线，既有焦点在 x 轴的，也有焦点在 y 轴的，有无数对儿，那么我就直接把方程设成这个样子。好，那我们就用一下吧。例题一，现在它是不是给我渐近线了？像不像 mx 减 ny 的样子？所以设跟它所对应的双曲线方程为 m 方 x 方4x 方减没有加了9y 方等于栏目的，其中栏目的是不等于0的。你不是过了1到2这个点吗？所以1到2这个点是满足这个方程的。4乘以1的平方减去9乘以2的平方等于栏目的。4减去2的平方，4 9 36等于栏目的，所以栏目的是等于负的32的。带到原方程当中，4x 的平方减去9y 的平方等于负的32。先把负号乘过来，这就变正的32。32和9没有月分的，所以我们就得到9y 方除以32减去它和它能约是8，是等于1的。你要再变成 y 方除以9/32减去 x 方比8等于1也可以，这是标准方程。焦点在 y 轴的。好了，知道了渐近线的方程，以这样的直线为渐近线，它既有焦点在 x 轴的双曲线，也有焦点在 y 轴的双曲线，看人家给的条件，反正我就设成这个样子。它不等于0，大于0呢就焦点在 x 轴，小于0呢就焦点在 y 轴。根据它所过的点，它就确定了。好了，我们再做一道题。大家快速的看下一个题。下一个题，已知双曲线它的渐近线方程是 x 加减2y等于0，好吧？渐近线给我了，我马上就能设出跟它所对应的双曲线的方程为 x 方减去4y 方等于栏目的，其中栏目的是不等于0的。那么它分两种情况，当栏目的大于0的时候呢，方程就变成 x 方比栏目的减去 y 方比上4/栏目的等于1。这个时候，因为它要让我求离心率，离心率 E 是什么呀？ E 是 C 比 A，E 还等于根号下1加上 A 方分之 B 方。所以 A 方永远在前，栏目的大于0，A 方现在就等于栏目的。B 方呢，它现在就等于4/栏目的。
所以 a 方分之 b 方就等于栏目的分之4分之栏目的，4分之栏目的除以栏目的乘以栏目的分之一，所以它是4分之一，所以离心率就等于根号下1加4分之一，4分之4加4分之一，4分之5，2分之根号5，啊，4开出来了。那么如果栏目的小于0呢？你看我依然是把它除过来吧，可是它是负的，所以我就要把它分母必须得是正的，我给它添个负号，它就变成负栏目的。给它变成加，它就变成负栏目的分之 y 方等于1，所以这个方程就变成了 y 方比上4分之负栏目的减去 x 方比上负栏目的等于1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啊，此时此刻 a 方永远在前 ，a 方就等于4分之负栏目的 ，b 方就等于负栏目的。离心率呢，它不是等于1加上 a 方分之 b 方吗？我要把 a 方分之 b 方先求出来。a 方是4分之负栏目的 ，b 方是负栏目的。分子除以分母乘以分母的倒数乘以负栏目的分之4，负栏目的约掉了，它就等于4，所以它就变成了1加4，所以它是根号5。啊，好，这节课呢我们就做这么多。回顾一下这节课我讲的内容啊。首先我给大家讲了什么呀？首先我给大家讲了双曲线上的点啊，到2个交点，双曲线右分支上的点到左交点距离它有最小值啊，这是 F1， 最小值是 C 加 A， 点 P 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取到的。那么 PF2 它没有最大，只有更大，也是点 P 在这个位置，它有最小值 C 减 A 啊，这是它们的最小值。接下来呢，我又给大家讲了特别重要的，给了你2条直线啊，以它们为渐近线，和这样的2条直线所对应的跟这样的2条直线所对应的双曲线的方程，这是双曲线系的方程。以这样的2条直线啊为渐近线，它既有交点在 x 轴的双曲线，也有交点在 y 轴上的双曲线，所有的满足条件的双曲线系方程就是这样的。那么我们怎么求呢？啊，只要你给我渐近线，我就立即设成给它其中的第一项平方减去第二项的平方等于栏目的，栏目的不等于0，马上双曲线的方程我就设完了。设完了之后啊，分栏目的大于0，交点就在 x 轴，栏目的小于0，交点就在 y 轴。具体的题呢，你之所以求出具体的这个双曲线方程，就是因为它又给了其他的条件，比如说过了这个点，那么你过定点的双曲线它就确定了啊。之后我们又做了一个求离心率的这样的，把它变成标准方程，然后看一看谁是 A 方，谁是 B 方，然后我们求出相应的离心率。好，这节课呢我们就讲这么多，下节课继续往下给大家讲新的知识点，我们要把所有的知识点一网打尽。好，下节课